在当初将我国踢出国际空间站的行列中后，美国现在反而批评我国，倒打一耙指责我国不与美国合作，还暗示想要上我国打造的空间站。来看详细情况如何。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目前全世界只有2个空间站，一个是我国独自打造的天宫空间站，另一个就是以美国为首多国合力打造的国际空间站。其中我国的天宫空间站是近几年来才打造的，所以不用担心使用寿命问题。而以美国为首多国合力打造的国际空间站就不一样了。虽然美国宣布延长国际空间站的退役时间到2031年，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这个空间站根本撑不到那时候。因此，各国都默认2024年是国际空间站的退役时间。俄罗斯更是宣布在明年之后正式退出国际空间站。这也就意味着用不了几年，全世界拥有空间站的将只有我国一个。而我国打造空间站的原因也很简单，美国不让咱们用国际空间站。在上世纪打造国际空间站的时候，虽然我国也有加入的意向，其他国家也都同意了，但是美国却以我国加入国际空间站会带来巨大的威胁为理由，禁止我国的参与。因此，我国就被踢出了国际空间站的合作项目当中。在航天领域上更是落后了很多国家数十年。以前我国的经济较为弱小，所以也没那么多心思搞航天。但是我国经济发展起来后，对航天这方面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了。因此，我国在这几年一直都在大力发展航天业，以此来弥补我国在过去的数十年间落下的差距。从近些年间我国接连发射的多颗卫星以及进行的载人航天任务，大家也能看出来我国有多重视。但这时候美国就不同意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尼尔森日前公开出来指责中国在太空活动领域既不合作也不透明，在这方面做得不如俄罗斯好，强调俄罗斯跟美国就有大型合作项目。要虎妞分析的话，首先不是中国不跟美国在航天领域合作，而是美国国会早就立法，禁止美国在航天领域与中国进行任何形式的合作，连给中国同行打电话进行学术交流都不允许。所以美国航空航天局局长这波甩锅就很莫名其妙。禁止合作的问题该找你们美国国会，给中国扣黑锅，那不是无理取闹又是什么？另一方面，俄罗斯和美国的合作项目最主要的就是国际空间站，双方对此展开了长期合作。然而现在中国打造好了国际空间站之后就不同了，俄罗斯已经申请了加入到中国的空间站中。在2024年俄罗斯退出国际空间站项目后，也就意味着美俄之间的合作算是到此为止了。如果说仅仅只是这样的话，那还好。关键是美国请求加入我国的空间站，但是却遭到了我国的拒绝，这就让美国有点着急了。凭什么俄罗斯能够合作，和美国就不合作了？事实上，对于我国拒绝美国在空间站上的合作，也并非是故意为之，而是美国达不到我国的入门标准。空间站作为当前航天技术最全面、最复杂、最综合、最先进的产物，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军事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目前，空间站已经发展到了第3代，其中第1代空间站为前苏联的礼炮1至5号系列空间站，美国天空实验室空间站。这类型空间站属于单模块段舱式空间站。第2代空间站为前苏联的礼炮6号和礼炮7号空间站。这类型空间站属于单模块增强式空间站。第3代空间站为俄罗斯的已经退役的和平号空间站，以及以美国为首多国合力打造的国际空间站，还有我国打造的天宫空间站。这类型空间站属于模块组合式空间站。相比较前2代空间站，第3代空间的体型大幅上升，并且还能够根据自身需求进行模块扩展，是某种意义上的永久载人空间站，可以让人员在太空中实现长期驻留，
以及各种科研试验。也就是说，我国打造空间站的目的是为了进行更好的科学研究。因此，在空间站建成后，受到了亚非欧美地区数十个国家、72个合作项目团队的申请，其中有16个国家的9个项目脱颖而出，成为我国空间站科学试验的首批项目。而这16个国家除了俄罗斯、沙特阿拉伯之外，还有印度、日本、波兰、德国、法国、瑞士、挪威、秘鲁、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肯尼亚、墨西哥、西班牙都在其中。这些国家中有些和我国的关系可不太好，有些国家在非洲都是贫穷国家，就这样都能入选我国的空间站合作项目中，足以见得我国在空间站的合作项目中并不是带着偏见。而对于这个技术和科学价值的判定标准，我国只有4点。第一点，符合联合国外太空利用的基本标准。第二点，申请的项目要有科学意义，能够带动相关科学领域的进展，或者是能够促进申请国家的科研能力提升。第三点，项目方案要合理，不对空间站产生威胁或造成破坏。第4点是自费。以美国的实力来看，满足第4点是绝对没问题的。第1点也并不是什么难事，因此就只剩下第2点和第3点不满足了。而这2点意味着美国申请的空间站项目不但对科研能力没有任何的提升，反而会对空间站带来巨大的威胁或者产生破坏。这么一个定时炸弹埋在我国耗资数百亿打造的空间站里，可能同意吗？因此，美国想要上我国的空间站，还是拿出一点实际项目出来，不要一天到晚的想着搞事情。只要不想着搞事情了，我国的空间站绝对是对美国开放的。